大家好，今天分享的这块面团可以用来做各种华式面包和吐司，属于万用面团。制作过程中讲解一下面团的一次发酵、二次发酵，以及烤面包时用风炉模式还是平炉模式。完整的配方图我会放在视频的最后。和面时先用液体把酵母融化开，再加入除黄油之外的其他食材，揉至表面光滑，加入黄油，继续揉至出膜，这样揉好的面团均匀并且发酵得快。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发酵的方法。面团的发酵分为一次发酵和二次发酵两种方法。一次发酵是指面团揉好之后直接整形成面包的形态，然后发酵至烘烤的大小，直接烤熟。二次发酵是指先把揉好的面团发酵至2倍的大小，然后按压排气，整形成面包的形态，进行二次发酵，发酵至能烤的大小后再烤熟。二次发酵的面包比一次发酵的面包相对柔软，吃起来香味更浓。一次发酵的面包比二次发酵的面包在制作的过程中要节约时间。对于新手朋友或者是经常做出久味面包的朋友，那么就建议你使用一次发酵的方法做面包。等你完全掌握好一次发酵的方法做面包，再来尝试二次发酵的做法。如果你能轻松地掌握发酵的程度和时间，并且想吃到柔软度更高的面包，那么就使用二次发酵的方法做面包吧。今天做的这款蒜香面包，我用的是二次发酵。发酵好后先按压排气，再分割成12等份，整圆。一份放在烤盘中用平炉模式烤，一份放在小吐司模具中用风炉模式烤。二次发酵至2倍的大小，最后对比一下两种模式下烤好的效果。发酵的时间，我们来做一款经典的馅料蒜香酱。这款酱料的重点是黄油的软化状态，在室温下软化至可以轻轻地按下去，再加上盐、糖霜，先搅拌均匀，加入蒜泥、小葱碎，拌匀。二次发酵好的面团先抹上蛋液，再给表层开口，挤上酱料。不论是平炉模式还是风炉模式，烤箱先预热至175度，再放进去烤20分钟，相同的温度，相同的时间。最后的效果我先给个答案。风炉模式烤的面包水分易流失，放凉后面包老化得快，因为风炉模式是通过风机吹出来的热风进行加热，而平炉模式是通过上下管发热来烘烤面包，可以更好地保留住面团的水分。这款博萃 K55 是一款家庭版的风炉平炉一体机，2盘面包是在所对应的模式下分别烘烤。这是平炉模式下的面包，掰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面包体从表层到嫩部都非常的暄软。这是风炉模式下的面包，表皮的颜色深并且偏干，不过嫩部很暄软。这2个成品的对比，我是想告诉大家，烤面包时建议用平炉模式，一盘一盘的烘烤；烤饼干、蛋黄酥、麻薯、月饼之类的点心再用风炉模式，一次可以多放几盘，多烤一些。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，使用对的工具，才能提高我们做面包的正确率和成功率。不仅烤面包，人生方方面面都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。我是小米，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选择有所帮助。下期我们再见。